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2支军队的国家，分别是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二者地位相同，只是2支军队不代表战力更强。一般来说，减少冗杂的部门机构人员更有利于统一领导指挥，战力也会更高。那么，为什么伊朗不撤销其中1支军队？伊朗2支军队的体制又是如何形成的？与国防军相比，革命卫队的战力如何？想要知道伊朗为什么拥有2支军队，首先就要明白这2支军队的来源。首先来说，伊朗国防军，这个更好解释。伊朗国防军建立于1923年，前身是伊朗帝国武装，其军事体系受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分为4个兵种，分别是海军、陆军、空军以及防空部队，在抵抗伊拉克入侵以及后续8年的两伊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陆军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过，伊朗国防军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效忠于巴列维政权，直到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获得伊朗的领导权，也继承了巴列维王朝的国防军。只是旧的伊朗国防部队还有不少人忠于已经逃亡的巴列维政权，于是霍梅尼就建立了一支与国防军地位齐平的武装力量。1979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告成立，目的就是与国防军分庭抗礼。在革命卫队之上，没有任何管辖机构，只听命于最高精神领袖，不对伊朗总统领导的内阁政府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说，革命卫队类似于禁卫军，属于伊朗的嫡系武装，而伊朗国防军则属于前朝遗留下来的杂牌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开始的革命卫队并不是正规军，而是情报机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危害伊斯兰革命的情报，解除非法个人武装，维护社会秩序等等，有些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么革命卫队是如何成为正规军的？允许乌军袭击俄本土。根据媒体报道，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布拉泽表示，欧洲盟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并且这些远程武器没有限制，将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范围。不过，布拉泽表示，这些并非公开的，在某个时间之前最好不要大声说出来。目前已经有4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分别是美制陆军战术导弹、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法国援助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以及意大利宣布援助的暴风影等。显然，北约国家正在放在乌军使用武器的限制，目的是为了对俄军造成更大的压力，从而让乌军在战场上获得优势。革命卫队成立之后，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反对派势力情报，巩固新国家政权，不算是伊朗的正规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伊战争爆发。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5万大军在80多架战机的支持下，兵分3路入侵伊朗，两伊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伊朗面临的问题很多，因为国际的制裁导致伊朗军队无法获得太多的重型武器，大量美制装备面对没有零部件替换的问题。此外，战争发生时，很多伊朗前国防部队的飞行员与军官还在监狱里。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当局停止对国防军的清洗，并让革命卫队和国防军一起对抗伊拉克。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军队进攻霍拉姆沙赫尔，革命卫队用火箭筒等老旧武器抵抗伊拉克坦克进攻。1982年3月，伊朗革命卫队和国防军在舒什迪兹弗勒方向展开反击。1982年7月，伊朗国防军还和革命卫队一起进攻伊拉克重要城市巴士拉。在此期间，革命卫队的表现与国防军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战力更强。组建敢死队深入伊拉克境内，暴揍了萨达姆大军，一度扭转了战局。也正是因为参与了两伊战争，革命卫队才从单一的情报组织转变为维护国家领土的武装力量。1985年，霍梅尼下令扩编革命卫队，按照国防军的编制配置海陆空3军。1986年的时候，革命卫队的总兵力就已经达到了大约35万人。1987年，革命卫队的军工厂就可以生产炮弹和枪支等武器，实现了军工最基本的自给自足。两伊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对革命卫队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整合，实现同步国防军的对接。尽管伊朗革命卫队与国防军的结构相似，但是伊朗也不可能剪裁掉其中一支。这2支军队属于伊朗在特定时期下应对不同挑战的产物。
虽然革命卫队与国防军名义上在1989年实现了联合，二者在结构和功能上已经有所不同。革命卫队主要负责特种作战任务，伊朗军改后，革命卫队已经将所有固定翼飞机移交给国防军了，而国防军主要负责常规战争。等到战争时期，二者才会合作。比如海军和革命卫队建立了联合指挥部，伊朗海军作战时可以得到革命卫队海上分队与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也就是伊朗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的支援。当然，伊朗海军也必须支援和配合革命卫队的行动。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两支军队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同，所以获得的待遇也不一样。革命卫队是嫡系，国防军是旁系，所以无论是人员配备、武器配备还是经费预算，革命卫队总能得到更多。比如在2010年至2011年度伊朗国家预算中，伊朗国防军获得了48亿美元的军费，而革命卫队获得了58亿美元的军费。伊朗鲁哈尼总统在任期间的前2年增加了50%的国防支出，而革命卫队就占了预算的62%，直接增长了22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旗下公司从中获得的份额。也正因为待遇不同，革命卫队还掌握2支特别的隶属力量——圣城旅和巴斯基。圣城旅属于革命卫队的一支特种部队，负责在国外执行任务，比如海外支援、特种行动等等，直接听命于最高精神领袖。巴斯基则是革命卫队的准军事力量，可以称其为民兵组织，最早于1979年11月组建，参加2伊战争，停火后保留，平时有40万人，战时能扩充到100万人甚至更多。重点训练游击战和巷战能力。同时，由于革命卫队的特殊性质，伊朗的弹道导弹等大规模远程武器、杀伤性武器以及核心军工技术都由革命卫队直接掌管。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放弃用战机争夺制空权的传统做法，更加注重发展弹道导弹力量，拥有伊朗最强大的战略威慑武器。例如，著名的阿尔哈迪德旅就拥有5个导弹营，装备15枚流星3系列中程弹道导弹，能打击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重要的是，革命卫队还涉足了商业领域，控制着伊朗南部60个边界通道与1个专用机场。伊朗最大的私有石油公司东方基石就是革命卫队的资产。除了石油以外，伊朗75%的进口和30%的出口都是由革命卫队公司经手。某种意义上讲，伊朗革命卫队是一个包含国家安全情报机关、正规军和发展经济3重性质的武装力量。到了战争时期，伊朗革命卫队的正规军性质才会凸显出来。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伊朗军队体制那么特殊，那么战力如何？美太空军新武器。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太空部队公布了一项新武器，并在最近进行了测试。这款武器将成为美国抵御太空攻击的重要盾牌，被称为远程模块化终端，旨在成为一个无声破坏者。美军将其描述为利用对抗性信号干扰敌方卫星的设备。F-16最早本月到。最近，乌克兰一名高级军官表示，北约援助的 F-16战机可能将在5月5日后交付乌克兰。不过，这位高级军官也表示，5月5日后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时间概念。目前乌军飞行员还在丹麦与美国接受训练。此外，这名军官在上个月时还曾透露，乌克兰为了接收这批 F-16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修建掩体，同时乌克兰计划将 F-16分散到不同的机场。之前在百科频道中，火力军已经说过了伊朗弹道导弹实力与防空部队。近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海陆空三军。伊朗国防军陆军25万人，海军2万人和空军3.5万人，其中混得最惨的就是空军。曾经的伊朗空军在中东地区的实力仅次于以色列。当时的美国想要利用伊朗的地理位置阻止苏联势力南下，便将大量的新式武器优惠卖给了伊朗。比如当时北约集团的主力军 F-4、F-14重型战斗机都那么大方了，直升机、中型运输机之类的飞机更不在话下。只是后面美伊关系破裂，美国对伊朗实施了长达40年的制裁，其中就包括了武器禁运。至此，伊朗空军的装备就无法更新。到了现在，伊朗空军装备的战机型号主要分为2大类，一个是从巴列维王朝时代继承下来的美制战机，包括 F-14、F-4和 F-5，另一部分则是在冷战时期采购的苏俄战机米格29、米格22，还有当年在海湾战争中逃难到伊朗的伊拉克幻影 F-1战斗机，而这些飞机的机龄没有一架低于30岁。在美国的武器禁运的影响下，伊朗空军力量的补充只能依靠自身研发。
准确点来说，应该是根据美制战机去山寨，比如考萨尔、闪电等，都是以美制的 F-5E 为基础研发的。伊朗自制的战斗机在作战性能上也大致相当于 F-5和米格21，根本无法满足伊朗现代化空战的需求。同时，由于美军的制裁，伊朗空军无法获得战机上的零件，只能从已经彻底报废的战机上拆掉还能用的零件，从而维持现有机队的战斗力，顺带通过走私的方式从美国境内搞到 F-1A 的零件。不过后来美国直接把飞机坟场内的 F-14A 全部销毁，伊朗基本就没了零件来源。之前的79架 F-14A 现在能飞的只有24架，而且仅剩的这几十架 F-14A 也已经很久没有起飞了。至于伊朗陆军装备的战车不少，大约有1500辆主战坦克、1200辆装甲运兵车，但大多都是老装备。其中坦克方面 M48A5 大约160辆， M60A3 大约950辆，都是巴列维时期留下来的装备。不过由于美国的制裁，伊朗从欧洲国家获得先进坦克，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伊朗坦克开始走向俄化。1995年的时候，以 T53、T55 坦克为基础，推出了国产的萨菲尔74型。1997年，伊朗引进 T72S 坦克的生产线，研发出佐勒菲卡尔系列主战坦克，底盘有点像美国的 M48， 但是使用了一门俄制125毫米火炮，配备了全套的火控系统，可以发射反坦克导弹。不过性能只能说一般，没有在世界先进坦克的排名中出现过。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伊朗的坦克就走向了自研之路，成果就是2017年推出的卡拉尔主战坦克。因为卡拉尔坦克在外观上酷似俄罗斯 T90MS， 所以有媒体猜测卡拉尔坦克是根据俄罗斯转让的专利许可证进行仿制的山寨版。实际上，卡拉尔与 T90MS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卡拉尔坦克是伊朗在本国自行研制技术与乌克兰、俄罗斯、东欧引进技术结合，重新设计的一种坦克。尽管这种坦克的性能无法和国际市场上高端坦克相提并论，但对于伊朗来说算是一个技术突破。按照伊朗的说法，卡拉尔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俄制 T90MS。但是就火力军来说，该型坦克保护力、火力、机动性可能与 T72BV 坦克相比有一定提高，但肯定不能和 T90MS 坦克相提并论。此外，受限于拨款和生产能力，卡拉尔是否能大批量生产还不好说。至于伊朗海军，虽然规模小，但是玩得挺花。伊朗海军只有2万人，配备70多艘大小舰艇，但都非常老旧，且吨位很小。其中稍微有些威力的也就3艘采购来自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主力则是4艘贾马兰级驱逐舰，还有各型巡逻艇150多艘，导弹快艇20多艘，以及岸防导弹等等。其中基洛级潜艇算是苏联时代研制的最常规潜艇，以火力大、噪音小著称，属于世界上最安静的柴电潜艇之一。1980年首艇下水，1982年服役，总产量超过50艘，其中一半都用于出口，是俄罗斯出口量最大的潜艇。相比之下，贾马兰级驱逐舰就有点拉胯了。该舰是伊朗海军第1艘国产驱逐舰，2010年首舰服役，一共建造5艘，但是有1艘被风暴袭击导致沉没，实际服役数量只有4艘，满载排水量也只有1420吨，称其为驱逐舰实在是有点牵强。而且该级舰武器装备落后，搭载一架贝尔214反舰直升机，但没有配备机库。武器方面，装备一座3连装赛义德2型防空导弹，这是一种仿制美国标准1的舰空导弹，还有一座双连装 C802 反舰导弹发射器，但是都落后于当今的先进水平，处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也没有采用现在流行的盾舰系统和相控阵雷达。贾马兰级驱逐舰代表的是伊朗最高的造舰水平，虽然算不上先进，但是对于伊朗这种长期被封锁的国家而言，已经非常不错了，至少是个不错的起点，比导弹艇强得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战时状态，伊朗海军可以把万吨甚至是数万吨的民用游船、货船等船只改成支援舰、补给舰、登陆舰等等。就比如伊朗的无人航母沙希德马赫达维号是革命卫队推出的多功能远洋舰船，由伊朗商用集装箱船萨文号改造而成，吨位达到了4万吨，可以看作是一个以无人机与导弹为主要打击手段的导弹发射平台，配备伊朗国产雷达系统。2014年2月13日的时候，沙希德马赫达维号还测试了在集装箱内发射弹道导弹。
不过弹道导弹型号未知。塔斯尼姆通讯社称，沙希德马赫达维号发射的是2枚法塔赫弹道导弹，射程可达1700公里。其他多家伊朗媒体称，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射程750公里，可能是德兹富尔中程弹道导弹。还有一些媒体认为，此次发射的是佐尔法加尔短程弹道导弹，射程约700公里。虽然看起来简陋了一点，但的确好用。集装箱导弹发射系统的概念10几年前就已经诞生了，最初应该用于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领域。比如俄罗斯开发的俱乐部 K 集装箱导弹发射系统，可通过海上、公路或者铁路进行运输部署。美国也研发了能够发射战斧与标准6的集装箱发射装置。XQ-58A 无人机发射系统也可以装入集装箱，通过空中、铁路、公路以及海上等方式运输。弹道导弹整合装入集装箱，可以降低采购、操作、维护和运输成本，并且还能提升弹道导弹部署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无论船只、车辆还是火车，只要能够运输集装箱且强度足够，就可以成为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载体。对于伊朗这种缺钱、缺垂发的国家而言，集装箱发射是最好的选择。总的来说，伊朗之所以拥有2支正规军，主要是因为其国内特殊的历史造成，并且无法缩减。虽然这2支部队的任务不同，但是在战时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伊朗军队在装备、经验和人员素质方面被视为中东最强的军队之一，但是除了导弹部队，伊朗在海陆空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力量和先进性远远落后于美国、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军队，加上伊朗的防空缺乏天基、空基等雷达监视的能力，空情监视网络存在一定的漏洞，指挥系统的数字化水平较低，遇上高强度战争时，大概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好了，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伊朗军力在世界能排名第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